在台湾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明星艺人、政治人物因为认为自己遭到恶意造谣抹黑而提告诽谤的新闻。但你知道很多国家其实没有诽谤罪吗？而且台湾也有一些人认为诽谤罪应该废除。诽谤罪有什么问题吗？万一废除了，乱造谣的人不会更无法无天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诽谤除罪化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台湾，想必多数人对于诽谤罪都不陌生，它可以说是一条专门用来对付乱讲话、造谣、抹黑的法律。不过久而久之呢，台湾人提告诽谤，除了希望对方被处罚之外，似乎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自证清白的手段。所以每次演艺圈有什么八卦，或是到了选举季节，就常常会有被爆料的人出来大动作的按铃控告。那虽然诽谤罪的官司大家耳熟能详了，但其实诽谤罪的存在一直有着不小的争议。就连联合国呢，也曾经多次的呼吁各国将诽谤罪除罪化，而像美国呢，也已经有37个州没有刑事诽谤罪，改用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聊聊，到底诽谤罪有什么样的争议？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应该废除呢？那废除的话，难道以后乱骂人啊、乱造谣就不用负责了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的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在开始讨论诽谤罪的存废争议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样定义的。根据刑法，台湾有2种妨碍名誉的罪责，一个呢是公然侮辱罪，而另外一个就是诽谤罪。所谓的诽谤罪是指散布消息诋毁别人名誉的行为。那当然并不是讲别人坏话就会犯罪。一般来说呢，要构成诽谤罪，必须要满足几个要件。首先是他要故意透过散布某个消息来让对方在社会上面的评价变低，而另外是他散布的这个消息呢，要明确指涉到某个具体的情况，而不是空泛的批评或是谩骂。比如说呢，骂别人笨或是标别人3字经都不构成诽谤罪，而涉及到公然侮辱罪。但是呢，指控别人偷东西或者私生活不检点等等呢，就有可能触犯到诽谤罪。不过，为了避免处罚的范围太广，台湾的诽谤罪当中呢，也有不法条款。法律规定，如果可以证明自己讲的东西是真的，不是无中生有，而且这件事情都跟公众利益有关，那就不用受罚。比如说呢，有记者踢爆某个政治人物收贿，那因为这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可以受公平的事情，所以只要能够证明爆料内容是完全真实的，或是有经过非常充足的查证，那记者通常就不会受罚。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无名小卒到处跟人讲自己的伴侣出轨，那因为这跟公共利益无关，所以就算说的是事实那他还是可能被判诽谤罪。简单来说呢，诽谤罪的存在就是要保护大家的名誉，那又为什么会有人主张废除呢？准确来说，诽谤罪除罪化的主张并不是要消除所有保护名誉的法律，而是认为应该要废除刑事上面的诽谤罪，改用民事侵权案件来处理。而这种主张的一大论点呢，是认为诽谤罪会侵害到新闻跟言论自由。那以新闻来说，有学者表示，虽然记者有查核的责任，但要让法院认可自己说的是真的，或是做主的调查还是有困难判断上面有暧昧的空间。何况为了保护消息来源，记者也可能无法公开调查经过。那就算最后被判无罪好了，也还是要花一堆的精力打官司。所以考量到这些记者呢可能就会因为怕被告诽谤而绑手绑脚，即使掌握了一些消息也不敢爆出来。像是之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就因为报道了旺旺中时集团旗下的媒体可能遭到了中国国台办操控，而被旺中集团告诽谤。那虽然后来旺中撤告了，但是来回奔波法院和面对诉讼过程的压力呢，就让他身心俱疲。而美国国务院的各国人权报告呢，就引用这个案例说明台湾记者可能会因为报道新闻而被告，因此把台湾保有诽谤罪这个事情呢列为了人权隐忧。
此外，也有人担心诽谤罪可能被政府滥用，拿来惩罚对于自己不利的言论，或者也可能沦为加害者施压、晋升受害者的工具。比如 MeToo 运动当中，就可能有出面指控的受害者会被加害者告诽谤，那这就可能让其他的受害者更不敢出面。而针对诽谤罪是否侵害言论自由的争议呢，其实也曾经有人申请释宪，让大法官做出判断。台湾有过2起诽谤罪的释宪案第一次呢是在2000年，第二次则是在今年的6月，由大法官判断诽谤罪有没有抵触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那先讲结论这2次的判决结果呢，大法官们都判定诽谤罪合宪，认为保障言论自由和保障名誉权未必会互相的抵触。但同时，为了避免诽谤罪真的侵害到言论自由，他们在释字当中呢，也都进一步的限缩了诽谤罪处罚的范围。在释宪以前呢，诽谤罪比较严格，必须要符合真实抗辩原则才可以不罚。意思是呢，被告必须自己证明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才不用受罚。但到底怎样的证据才足够证明真实？这个方法跟门槛一直很模糊跟暧昧。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大法官的释宪确立了合理查证原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只要被告能够证明自己在好好的查证之后呢，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说的事情是真的，就可以不受处罚。而到了今年呢，大法官又再度限缩了处罚的范围，这次提出的概念呢，被称作是真实恶意原则，意思是说呢，被告必须要带着恶意去散布谣言才会受罚。具体的状况包含了明明知道诽谤内容是假的，还是刻意说谎造谣，或是根本没怎么查证就轻率的重伤别人。那相反的，如果你有经过基础的查证，也不知道诽谤内容是假的，那就算引用到了不实的资讯，也可以不受罚。不过，除了言论自由的争议之外呢，支持除罪化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论点，是认为诽谤罪导致了司法资源被大量的滥用。根据统计，近10年来提告诽谤罪的案件量呢，增加了大约1倍，但其中却有高达72% 的案件最后都没有被起诉，远高于所有刑事案件平均的不起诉率37%。而且诽谤罪算是轻罪就算真的起诉之后呢，绝大多数也只是罚钱而已。那有人就认为，诽谤罪的提告量越来越大，让检警司法单位要花大量的力气来侦查跟审理，但是最后构成犯罪的案件却很少，也不是什么重大刑案，效益实在很低。此外呢，在不起诉的案件当中，大约有1/3是撤告或是逾期告诉。那有司法从业人员就感叹很多人就这样子告了又撤回，或者是不出庭，等于是让司法空转，还会导致司法资源被排挤，让检警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去调查其他案件。分析指出，诽谤之所以有大量滥诉的状况，一来呢是因为提告是免费的，由国家负责侦查，那就让很多人只是想要让对方进警局出一口气，就选择提告。二来呢，则是有些人会以刑逼民，试图透过刑事提告让对方担心有被判刑的风险，乖乖的在民事上面赔钱和解。因此，有学者就认为面对这种名誉受损的状况呢，不需要用刑事案件来处理，以民事案件处理，让提告的人自己负担举证责任，才不会导致大量滥诉的状况。而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16年的司改国是会议就被提出来讨论过，最后会议也建议诽谤罪应该除罪化，改用民事侵权的诉讼来处理。不过，包含法务部在内有不少的声音呢，对于诽谤除罪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有学者指出呢，刑事上面的诽谤罪如果真的要用民事诉讼来取代，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首先，民事诉讼呢不像刑事告诉一样，只要提告，接下来呢就由国家发动侦查，而是要当事人出钱出力。那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受害者，可能就会无力替自己讨公道。而且呢，民事案件也只能够罚钱，不能够判刑，吓阻力比较低。那如果是很有钱的人，不怕赔偿，就可能到处诽谤也不用担心会有刑责。此外，法务部也曾经在2019年召集专家学者开会讨论是否该废除诽谤罪，而最后的决议呢，也是不废除，要暂时保留。而原因除了民事案件的限制之外呢，法务部也提到，这几年新兴的网络犯罪很盛行假讯息满天飞，网络霸凌跟 deepfake 的技术更是让毁损名誉的行为产生出了很多新的样态。所以他们认为，就目前而言，刑事上面的诽谤罪还是有存在的必要。那有些人也指出，跟台湾邻近的国家不仅还是有相关的刑罚，日本近年呢，更为了因应新形态的犯罪手法，特别手法对网络上面的侮辱还有诽谤加重处罚。甚至去年呢，有2起案件当中，骂 VTuber 的虚拟形象也被认定是诽谤。他们认为这显示出如何控管网络言论是各国都在面对的难题，而专门的法规要推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至少在现在的这个阶段，能够管到网络言论的诽谤罪还是不太适合废除。
我们觉得诽谤除罪化这个议题呢，乍看之下好像只是言论自由跟名誉罪的冲突，废除是为了保障言论自由，而不废除是为了保障名誉权。但是仔细探究之后呢，又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的简单。如果为了保护名誉呢，强力落实诽谤罪，虽然可以让造谣者受罚，或是因为害怕被告而闭嘴，但也可能反过来使得真的受害的人因为担心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敢对外伸张为自己受过的委屈证明。但如果为了言论自由废除诽谤罪虽然可以让记者吹哨人不用因为怕受刑罚而晋升，但有可能导致恶意造谣的人也不用怕受刑罚，导致不实资讯跟假新闻更加的泛滥。此外，如果以司法的实务面来看，保留诽谤罪会对于检警、法院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如果完全改用民事诉讼来处理，又可能使得司法正义更受到阶级差距的影响，让有钱人不怕罚则，甚至让穷人连追求公道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觉得，无论要不要除罪化，显然都有它的利弊，但是到底哪边是利大于弊，也很难下定论。那以目前台湾的做法来说，大法官限缩诽谤罪范围的决定，或许也算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认为诽谤罪应该除罪化吗？ A 应该诽谤罪可能被政府财团利用，对言论自由造成威胁。B 不该现在假新闻造谣这么的严重，废除诽谤罪还得了。C 都可以重点呢是要有更多的配套来解决可能危害到言论自由或名誉权的隐忧。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想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诽谤除罪化的议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检察官过劳以及被遗忘权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